朋友們，今天咱們要聊的話題可能會讓不少人心裡一涼。那顆讓全球沸騰了大半年的星際訪客 3A Atlas 恐怕真的要讓大家失望了。還記得幾個月前，關於它是外星文明探測器的猜測鋪天蓋地，有人說它是外星母艦，有人期待它帶來宇宙鄰居的問候。可隨着两大航天巨頭 NASA 和 ESA 的接連官宣，這份期待大概率要落空了。不過在揭曉答案之前，咱們先回到這場星際熱潮的起點，看看事情到底是怎麼一步步發展到今天的。這顆星際來客的身份之爭在2025年的年末達到了高潮。就在12月5日，欧空局的南方天文台 ESO 專門做了一期名為《星際訪客 3I Atlas》專家解析真正的科學的專題節目。這期節目邀請了彗星專家西里爾·奧皮托姆 Cyril Oppiton 博士，目的非常明確，用現有的觀測數據來理解這個迷人的天體。節目的核心信息用一個劇透警告就能概括：它不是外星人。歐空局的專家們通過對 3I Atlas 的廣泛研究，確認了它具備彗星的所有典型特徵。彗星的標誌性特徵，彗發和彗尾清晰可見。彗發是彗星接近太陽時，其表面的冰物質升華形成的氣體和塵埃雲。奧皮托姆博士的解析將焦點完全集中在這些物理現象上，強調了 3I Atlas 的軌道是雙曲線，這證明了它的星際起源，但其行為模式卻完全符合一顆彗星的預期。ESO 的這期節目以一種冷靜科學的姿態，為這場持續已久的爭論畫上了歐洲科學界的句號。他們沒有直接提及技術造物的猜測，因為在嚴謹的科學框架內，這種猜測缺乏觀測證據，不值得作為主要論點進行討論。這本身就是一種強烈的否定態度。而在此之前的11月20日，美國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也召開了新聞發布會，主題是 NASA 分享星際彗星 3I Atlas 圖像。NASA 副局長阿米特克·沙特里亞 Amit Kshetriya 的發言掷地有聲：這個天體是一顆彗星，它看起來像彗星，行為也像彗星，所有的證據都指向它就是一顆彗星。NASA 的結論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基於包括哈勃太空望遠鏡、詹姆斯韋伯空間望遠鏡在內的多個航天器和地面觀測站的綜合數據。觀測結果顯示， 3I Atlas 在接近太陽時出現了明顯的活動性及冰物質的升華和噴發，形成了氣體和塵埃組成的彗發和彗尾。這種升華作用產生了微小的非引力加速度，這是彗星的典型特徵，就像一個天然的火箭效應。更關鍵的是，光譜分析證實了 3I Atlas 周圍存在水冰、二氧化碳和氢气等典型的彗星物質。科學副局長尼基·福克斯 Nicky Fox 在發布會上直接回應了外界的猜測，明確表示：我們沒有看到任何技術特徵，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它是一個技術造物。NASA 的發布會以無可辯駁的觀測事實，徹底否定了 3I Atlas 是外星文明飛船的可能性。至此，全球兩大最具權威的航天機構 NASA 和 ESA 都已正式表態，將 3I Atlas 定性為一顆星際彗星。這一結論對於那些熱切期盼發現第二個奧莫莫的愛好者來說，無疑是一盆冷水。科學的嚴謹性最終戰勝了浪漫的想象。然而，在這場科學與想象的拉鋸戰中，有一個人始終不甘心，他就是哈佛大學的天文學家阿維勒布教授。勒布教授是技術造物假說的主要倡導者，他認為第一個星際訪客奧莫莫很可能是一個外星文明的探測器。對於 3I Atlas， 儘管官方結論已定，勒布教授仍在他的博客上持續發聲，試圖從科學觀測的異常中尋找一絲希望。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勒布教授最近是怎麼說的。首先是關於11月30日哈勃的最新圖像的解讀。圖像中顯示有一個指向太陽的反向彗尾。他認為這個反向彗尾與他此前提出的理論相符，即 3I Atlas 的非引力加速度是由大量宏觀的非揮發性碎片分離所致。他指出，新的哈勃圖像中彗發類滴狀的形狀和反向彗尾的延伸長度與它的模型預測的碎片群與彗星主體分離的距離完美吻合。圖像中會發成藍色光暈，背景星光被拉成了條紋，
清晰地顯示了會發朝向太陽的延伸。勒布教授巧妙地將這種碎片分離解釋為一種非典型的彗星行為，為技術造物假說留下了伏筆。儘管碎片分離本身也可以是自然現象。接下來這張圖是經過特殊處理的哈勃圖像，包括使用拉爾森塞卡尼纳梯度濾鏡處理後的哈勃圖像。他指出，處理後的圖像顯示出2個噴流和一個清晰的反向彗尾。他強調，這個反向彗尾的方向在彗星經過近日點後發生了反轉，但始終指向太陽，這在熟悉的彗星中並不常見。他借此重申了自己的觀點：科學的基礎是學習的謙遜，而不是專業的傲慢。他還展示了由業餘天文學家拍攝的 3I Atlas 廣域圖像，以及經過處理後突出噴流和反向彗尾的圖像。這些圖像的視覺衝擊力無疑強化了 3I Atlas 的非典型形象。在這篇文章中， 3I Atlas 是友好的園丁還是連環殺手？勒布教授將注意力轉向了化學成分。他討論了阿塔卡馬 ELMA 對 3I Atlas 的觀測，該觀測探測到了甲醇和氰化氫這2種分子。他指出 3I Atlas 的甲醇與氰化氫的比例異常高，這在彗星中非常罕見。他將甲醇比作友好的園丁，因為它是有機生命分子，如氨基酸和核糖的構建塊，而將氰化氫比作連環殺手，因為它在高濃度下是劇毒的。他總結道，這種異常高的甲醇氰化氫比例暗示了 3I Atlas 可能具有友好的性質，甚至可能通過星際胚种論將生命種子播撒到地球。他配圖展示了 ELMA 的觀測數據圖表，包括甲醇和氰化氫的流量圖，以及甲醇產量隨日新距離的變化曲線。這些圖表雖然是科學數據，但被他賦予了強烈的哲學和生命起源的色彩。還有這篇文章 3I Atlas 和無菌中微子的故事，勒布教授為自己的研究方法進行了辯護。他坦言，他曾被要求從一篇論文中刪除關於 3I Atlas 可能是技術設計的句子，這促使他撰寫了一篇完整的論文來探討技術解釋。他將對星際天體異常現象的探索與粒子物理學中對無菌中微子的探索相提並論。他認為，儘管尋找無菌中微子的實驗最終失敗了，但科學界並沒有嘲笑這種探索。他反問，為什麼探索星際天體的技術起源就如此具有爭議性？他認為，外星技術對人類的未來具有更大的相關性，因此值得科學界的關注。從勒布教授的系列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明顯的轉變。他不再像最初那樣堅決地將 3I Atlas 定性為技術造物，而是轉而強調其異常性。他不再直接說這是飛船，而是說它不像我們熟悉的彗星，並不斷用新的觀測數據來證明其非典型性，以此來挑戰主流科學界的專業傲慢。這種轉變，與其說是觀點的動搖，不如說是策略的調整。在主流科學界給出確鑿的彗星證據後，他退守到異常的陣地，繼續保持着對技術造物假說的心有不甘。那麼問題來了，既然2大權威機構 NASA、ESA 都已蓋棺定論，為什麼我們很多網友還會感到失望呢？我想，這種失望並非僅僅是對一個科學結論的失望，而是對人類在宇宙中孤獨處境的深刻反思。自古以來，人類就仰望星空，追問我們是否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命。這種對地外文明的渴望，是人類探索精神的終極體現。在科幻作品中，星際訪客往往代表着突破、希望，甚至是救贖。當 3I Atlas 以其獨特的軌道和行為出現時，它被賦予了打破人類孤獨的象徵意義。勒布教授的技術造物假說恰恰迎合了這種深層的心理需求。如果它是一艘飛船，哪怕是殘骸，也意味着宇宙中存在着與我們相似，甚至遠超我們的文明。這種發現將徹底改變人類的自我認知，開啟一個全新的時代。然而，科學的結論是冰冷的，它只是一塊冰冷的石頭，一個天然的彗星。這種失望源於人類對自身渺小的恐懼和對未知世界的渴望。我們渴望在宇宙中找到一個同伴，一個可以證明我們不是隨機的、孤立的存在的證據。3I Atlas 被確認為彗星，意味着人類的孤獨感再次被強化。
它提醒我們，即使在廣袤的星際空間中，天然的非生命的物質仍然佔據着絕大多數。這種深層原因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一、對非凡的渴望。人類對非凡的事件有着天然的偏好。一顆普通的彗星，無論其科學價值多高，都無法與外星飛船的非凡性相提並論。這種渴望使得人們更容易接受和傳播那些挑戰主流、充滿想象力的觀點。二、科學與哲學的交匯。勒布教授的觀點模糊了科學與哲學的界限。他將科學觀測中的異常提升到哲學高度，引發了公眾對什麼是生命、什麼是文明的思考。當科學給出普通的答案時，這種哲學上的期待落空，自然會產生失望。三、孤獨感的投射。在一個日益原子化和數字化的社會中，人類的孤獨感愈發強烈。對地外文明的想象成為了一種集體心理投射，希望通過在宇宙中找到他者來緩解自身的孤獨。3I Atlas 的失望結局讓這種投射無處安放。儘管3I Atlas 的技術造物之爭似乎已塵埃落定，但它的旅程仍在繼續，科學觀測的價值遠未結束。根據 NASA 的觀測時間線，3I Atlas 與地球的最近距離及近地點將發生在2025年12月19日，屆時它距離地球約 1.8 個天文單位，約 2.7 億公里。此外，3I Atlas 的軌道將使其在2026年3月左右經過木星附近。雖然它大概率不會與木星發生親密接觸，但木星的引力場將對其軌道產生微小的影響。這些後續的觀測點對於天文學家來說至關重要。近地點的觀測將提供最佳的觀測窗口，以獲取更高分辨率的圖像和光譜數據，進一步研究其彗發和彗尾的精細結構。而木星附近的觀測則有助於科學家們更精確地確定其軌道參數，從而更好地追溯其星際起源。這些持續的觀測將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星際天體的形成和演化，以及它們在星系間的物質交換中所扮演的角色。即使3I Atlas 不是一艘飛船，它也是一個來自遙遠恆星系統的信使，攜帶着我們太陽系所沒有的物質和信息。最後，讓我們回到最初的問題：3I Atlas 真的讓大家失望了嗎？從外星飛船的浪漫期待來看，是的，它可能讓很多人失望了。但從科學探索的角度來看，它絕沒有讓人失望。它迫使我們動用了全球最先進的觀測設備，從哈勃到韋伯，從 ALMA 到 XRISM， 對一個星際訪客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全方位體檢。它挑戰了我們對彗星的傳統認知，激發了關於星際物質和生命起源的深刻討論。所以，即使兩大權威機構已經給出了彗星的定論，我們依然可以保持一絲開放式的期待。科學的魅力就在於它永遠不會關閉探索的大門。勒布教授的堅持雖然在主流科學界飽受爭議，但也代表了人類永不滿足的好奇心。3I Atlas 的旅程尚未結束，在12月19日的近地點以及未來更多的觀測中，它是否還會展現出新的令人費解的異常？它是否真的只是一個普通的冰雪球？或許真正的答案，正如勒布教授所說，需要我們以學習的謙遜去面對。在宇宙的尺度上，我們所知甚少。3I Atlas 這個星際訪客，無論其本質如何，都已成功地在人類心中播下了一顆種子，一顆關於探索、關於孤獨、關於宇宙中無限可能性的種子。好了，今天就聊到這裡，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